块嫌少，川子，你摸着良心讲，3年前你来的什么样？裤子膝盖上2个洞，连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要不是你大伯可怜你，让你进厂，你现在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80。大伯母，我签了117万的单。117万？你用谁的资质签的？你大伯的。你用谁的样品签的？你大伯的。你用谁的车送的货？你大伯的。人家省食品公司认的是国富卤味的牌子。你一个跑腿的，人家凭什么跟你签？你以为是你的手艺厉害？而且你也不看看你这什么工作态度，照片拍得清清楚楚，你靠着墙端着杯子闭着眼睛，哪一点冤枉你了？我给你念：李川。上班时间喝水、当班、睡岗，你自己看看照片，靠着墙，闭着眼，手里端着杯子，这是上班，这是我给你开的养老院。我凌晨2点47分签下了省食品公司117万的，而且我们卤味厂哪有加班不能喝水的规定？分明是你怕我再干1个月继承到爷爷的股份，随便找了个理由针对我。800块我不要，这家厂我不待了。你走了去哪儿？你爹死了，你妈改嫁了，你以为这世上还有人管你？你说的对，没人管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自由了。3年了，住过车间的地铺，忍过全场的冷眼，熬过了最难的夜，最后只值800块，够了。爷爷老了，搅不动锅了，等你长大，你来搅。后人若得此册，已在世间受过委屈，委屈够了，心就硬了，心硬了，卤出来的味道才正。也许爷爷当年就算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是李川，我不在国富干了，配方我手里有，咱们坐下来谈。苏姐，你脸色不对，出什么事儿了？你脸色不对，出什么事儿了？不干了，签了117万的单子，拿800块，喝了一口水被全场通报，是我堂哥偷拍的。我爸苏建国20年前省城开了家饭店，那条街上排第1。后来你大伯李国富在隔壁开了卤味店，用你爷爷的配方拼命压价。他走城的时候跟我说：“小月，别碰卤味。”但我还是碰了，因为我爸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是站在灶台前，我要替他站回去。那你为什么答应跟我合伙？你应该恨李家的人。因为你大伯是你大伯，你是你爷爷的孙子，你把配方带回来了。如果我爸还在，他一定想尝尝。苏姐，我出配方和销路，你出店面试口，24位，每一页都让你看。你不是给我打工，是跟我一起把配方传下去。1个月之内，这条街上没人敢在卤味上跟你比。传贤不传嫡，李元堂，你们李家的人真是传的不是血脉，是骨头。胖子，这10口缸全部擦到发亮。苏姐，香料按照我列的清单清点，缺一味都不行。川子放心，这缸比你大伯唱那口老锅可新多了。不过话说回来，咱真要在这小雨干了，再想下一步。得嘞，川子，人我给你带来了。你爷爷留下的，我替他守了20年。他走之前说这话料留给该给的人，我以为他儿子能接，结果他藏了3味命香，走偏了路。今天他孙子来了。张师傅，这坛老卤不是我继承你的，是我请你带着它入锅。最后一步，命香3味，丁香提鲜，甘草回甘，陈皮锁魂，缺一味，整个卤水就塌。我爸描述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个，一模一样。李元堂的卤味没断。川子，你看这车虽然比3轮方油，但跑得快。鸭脖合格，鸡翅回甘不够，再焖6小时。豆干过。川子，省食品第1开发货，鸭拔1万只，鸡翅5000对，全部装箱完毕。万一退货怎么办？苏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吗？因为老张当年是我爷爷手把手教的，他闭眼尝过300锅卤水。我爷爷走之前跟他说，我那个孙子以后可能会来找你，如果他来了，你帮他。端好没？
川子，我去省城送货了，回来给你带城里的酱肘子。胖子慢点开。今天要是顺利，15天，我们从零做到了830的单日营收。大伯母，你给我的800块，我15天后1天就挣回来了。省食品公司取消了我们的全部供货资格，全换了李川。上个月我们供的3批货全退了，理由品控不合格，食药监局那边也在查我们，说上次那批货残留超标。利川那个杂站开厂了，在县城旧小学那块手底下招了7、8个人，品控组的老张也去他那儿了，就是当年跟你爸学过3年的那个老张。老张，当年我爸背着我教了他3年配方，现在他又去帮我爸的孙子了。好，很好。爸，要不要我带人去查他的卫生证？宁浩，先不急，他才刚开张，资金链最紧的时候，他所有的货都卖给省食品公司，只要省食品那边出点差池，他就得倒。只要省食品那边出点差池，他就得倒。你是说省食品公司的采购部还有几个我们以前的老关系，你去告诉他们，国富以后可以重新供货，只要他们愿意把李川的货在冷库里压几天，就几天，新货保质期短，压几天就变质，客户一投诉，他名声就烂了。你要毁他？不是毁，是让他知道这个市场不是谁都能玩的。他爷爷当年太惯着他了，以为传个配方就能传江山，他不懂，江山不是传下来的。王老帅，练好，装边。卸货暂停。卸货暂停。系统显示你们这批货的质检备案号过期了，需要重新核验。核查流程5个工作日，冷库我们帮你们存，但产生了费用需要你们承担。5个工作日，这是卤制品，保质期就7天，你存5个工作再上，超市那边就只剩不到2天了。川子，出事了！省食品这边有人拦我们的货不让上架，说要照停5个工作日，5个工作才7天。他们叫什么？就说流程，但不要入冷库，你自己去买10袋碎冰和1个货柜。行，我马上去买碎冰。那你怎么办？等我电话。李经理，你们采购部今天是不是有人收了我们一批货不让上架？没收到，但你底下的人收到了。对方打着省食品公司的旗号，要求核验5个工日，乳制品保质期7天，核验完就剩2天。这是有人要把我的货拖死在冷库里。对不起，是我底下的人，你先上架，核验我可以签字特批。行，但我想问一句，核认过了，货上架了，今天辛苦了。川子，这事是国服那边搞的鬼，你打算怎么办？先不办，先把货卖完。这鸭脖闻着市面上的不一样，很香。等公营的大会那天，我再跟他算。经理，那个新上的卤鸭脖，2个冷柜全空了，比平时国富的货快3倍，全空了。对，很多顾客看到别人在买，拿1包尝，尝完马上回来又拿。还有一个女的打电话给同事让外带。首日销货率，城北91%，城西89%，南昌94%等等。城南有2个超市当天补了2次货，2次补货也卖完了。统计局的数据呢？国服上个月这个品类的退货率是42%，这个月精灵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供货名单里了。川子，市销数据出来了，全省42家超市手机全超预期，下个月的订单翻3倍。爷爷，这是每一口锅一起熬出来的。省食品公司下个月加3倍，我们怎么起来了？爸，你看到了吧？李元堂的24味没断，苏家宴的招牌也快了。800块1天830，现在3倍。川子，咱们从那个小破院子到今天才多久？川子，下个月省食品翻3倍，原有要加炒金一下。我们这个小学院的撑不人住，粗略算一下，往启动资金需要30万。走，去银行。李氏卤坊开业时间不到3个月，对吗？对。要求至少6个月以上的经营流水才能申请贷款，而且你名下没有房产抵押，批不下来。行，那不到3个月，在他们的标准的时间，连被看一眼的资格都不够。跑了3家，全是根本没看你做的什么，他们只看你账上的流水和房本。川子，你现在最值钱的就是那口锅，锅又不能抵押。元哥，你孙子缺钱，跟你当年一样穷，一样硬骨头，
当年小你收我当徒弟没要钱，现在该还了。一张是退休金12万，一张是省食品公司补贴我的专利使用费8万。店面抵押贷款，我在去银行之前就已经申请了，8万。拆迁款30万，是我爸妈的养老钱。苏姐，您今天去工业园不断签我租赁合同，老周跑省食品预付协议，胖子找施工队，最快速度改造厂房。张师傅，麻烦你把新厂品系打出来，标准一点不能降。第7锅加3成，第7锅加3成，那配方怎么办？配方不变，我只加火候，400多瓶，10个20来口变40口。爷爷，你那口老锅只有1口，但今天他的徒子徒孙40口了。品控全过，我的衣服烂了，货没烂，值3000，今天是3000，10天还是800？爸，5万，从0到5万，只用姐个10天。苏家燕没给你丢人。铁锅偏糟，陶缸偏润，新不锈钢锅虽然稳定，但底火缺过球。爷爷，你的配方在新锅里脾气不一样。告诉李川，我想见见他。你做的鸭脖在盲测里排第3，前面2个在成都。你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第1吗？您说，不是口味问题。同名你做的是好卤味，但你那个攻手出锅的口感稳定性，成都那2家能做到误差率0.5%以下，你现在做不到。我的品控部给你们做过肉检，你的同一批次误差率大约是1.5%。你的同一批次误差率大约是1.5%。你的舌头能控制第1锅卤水，但控制不了40口锅同时出火。赵老板，给我3个月，3个月之内，我把这条线上所有的锅分组成6个品控单元，每个单元用同一套品控标准卡，出锅温差控制在半度以内，误差从1.5降到0.5。你猜猜今天这顿饭我为啥请你？品控报告我发个邮件就行了。我有话对你的配方来。你的配方是好，但市面上好配方不是出一家。新希望被我指出一家火锅城每天消耗卤制品共解决80万的量，3个月后我要看到你那个0.5%的误差率。我赵某人第1个给你签。赵老板，你是我见过第1个只看人不看配方的大老板。这杯茶我喝了。对了，我今天是以茶代酒，等签了合同，你得请我喝真的。对了，我今天是以茶代酒，等签了合同，你得请我喝真的。一定，到时候请您喝我爷爷老卤底焖出来的盐水。哼，拿盐水当酒，小子，你他妈是个重卤味的。听说明浩去外地了，去重庆了，让他先去巴渝老卤那边看看，看能不能跟人家合作。咱们自己续不了证，就得抱大腿。来干什么？来签合同，我要买下国富卤制品厂51%的股份，我用我的理事入控制51%，你任命一董事，管理层改组，老张任品控总监，老周任生产副厂长，苏小月管财务，原来的财务换掉。你要吞掉我？你要吞掉我？不是吞，是救。你儿子往配方里加了8种不能用药材，食药监局封了你的厂，你的供货资格被省食品公司完全取消。你现在欠了20万的商货款，赵家村的冷链商昨天就在门口堵过你缺口。2是因为爷爷的招牌不能塌，他塌了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签？因为你不签，3个月之内赵家村的债务纠纷起诉你，食药监局到期吊销许可证，李明浩背负食品安全责任被行业封杀。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签了字，这些我都托人解决。原材料供应商那边的欠款，今天下午全部结清。你想把我们家吞了？我告诉你，李川，3个月前你跟我说了句话，你说这世上没人管我了。你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做的事儿是你当年教的，没人管我，我就管别人。好，我把一个17岁的孩子逼成了今天站在我面前收购国富的人。签名歪了，你一辈子签了说无数张支票和合同，今天这一笔最重。我赌了20年气，做了20年的阉割版，现在我认了。大伯，你赌了20年的气，到头来赌掉的不是配方，是你自己。大伯，你输的不是配方，你输的是你藏了秘密，爷爷藏了人心。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我爸已经把厂签给你了，我妈说你给他留了个总经理助理保洁职位，生产组长，薪资4500，工作内容在车间第1道岗配料岗位，跟着老周学标准配方。我42位害了全场，你还敢用我？敢，因为你姓李，也因为所有看你笑话的人会盯着你。你做不好，全场看着；你做好了，全场也看着。你爹藏3位，你补到42位，错不在你动了配方，错在你动了不该动的东西。现在我教你，动应该动的。工装呢？车间工位上，老周等你。站直，从今天开始，在这口锅前面站直。川子，出事了！巴渝老卤注资资本5000万的那家重庆集团杀进市场了，他们的定价比我们低3成，省食品公司开始兜售他们的体验款。3成？他们不可能靠正常的工业配方压到这个价格，除非香精勾兑。他们的品控报告，省食品还没拿到，但超市已经在卖了。按柜测试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巴渝那边通过省食品采购部一个副总监拿到的特许上架权。谁同意的？姓吴的一个副总监。
巴渝老鲁的冷藏车停在超市门口，促销员在免费发体验装，3成差价，这不是正经商业手段。香精勾兑，先把消费者拉走再加。他们的打法很老练，他们用的策略是低价引流，先用低体验价把消费者拉走，然后再加价。消费者一旦被低价拉走，我们对省食品高供应走价格战我们打不过，24味香料成本本身就比普通配方高2成，再降下去配方就塌了。不走价格战，走品控盲测，跟巴渝正面刚。盲测，万一他们赢了，他们不会赢。因为他们不可能靠香精勾断在盲测里赢过老鲁底加24味。如果省食品公司的品控组连这都尝不出来了，说明品控标准出了问题。巴渝老鲁上架前没有经过规定的供应商品控盲测，我作为在测供应商有权提出复检20申诉，这是我们的权利。A 盘这会赢，因为他们不可能靠香精炼剂回甘在蛇沟里赢过老鲁底下慢慢渗出来。B 盘入口发涩后味往下坠，不用再尝了，不用再尝了。A 好，你们去看一下 A 是谁 ？A 是李氏乳坊，不用再尝了。A 好，你们去看一下 A 是谁 ？A 是李氏乳坊。意料之中，综合得分，李氏乳坊91，巴渝老鲁83分，差距8分。在品控盲测里，8分是天差地别。巴渝销售经理推门出去的时候，摔门声整个会议室都听见了。你知道巴渝老鲁背后是谁？重庆最大的乳业集团注资本5000万。你今天赢了一次，他们明天会10倍压回来，不是价格战能结束的。你心里有准备吧？我心里有。不管是谁，品控势力赢不了我。只要这条底线在，我就不怕。如果连品控底线都不要了，省食品公司还能站在这里几十年吗？你也是从我爷爷那个时代过来的，您说那时候的品控标准差过吗？最旧的那张，20年前省城卤味大赛，爷爷站在中间，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比我现在年纪还小一点。请。我叫李川，今年25岁，是李氏乳坊的创始人，也是曾经国富乳制品厂的前员工。离职之前，我签了117万的单子，拿了800块奖金，然后因为喝了一口水被全厂通报批评。那个厂是我大伯的厂，那个通报是我堂哥拍的，拍我的人凌晨6点摸进车间，专门拍我喝水睡觉的照片。我在车间熬了3个通宵，签下他1年都签不下来的单子，他拍了我一口水，然后删了车间监控。我没告任何人，没在网上发声，没接受任何记者的电话。我用了3个月重新做出一锅卤味，用的是我爷爷李元堂的24味配方，味道不缺，分量不差。而且今天我要感谢我的兄弟小胖，今天大雪这里我要蹬着一辆破3轮，跑了37家小卖部，一辆一身淋雨。他跟我说，川子，只要你的配方好，我就拿命给你送。张建国，他替我守了20年老卤底，每隔3个公司前品控主火。在我最穷的时候，他把退休金掏出来给我垫底。我问他凭什么，他说，你爷爷没教过我收学费。元哥，你孙子站在那儿了，他比你会说，比你敢说。苏小月，苏建国的女儿。他爸临走前，省城跟他说，他爸的饭店被别碰卤的那年他16岁，他不仅碰了，他还跟我这个姓李的合伙重来。我欠他爸一座苏家宴的招牌，他的烧烤店往后那块牌子我挂。还有一个人，我大伯李国富，我不想原谅他，但我不能，我走他没走那条路，才走到今天这个台上。这个奖杯不是给我自己的，是给我爷爷的。李氏乳坊的卤味24味，1味不多，1味也不少，委屈够了，味道就正了。同一条剂量，一样的战法，你今天在品控室里又赢了。他们要跟我们打官司，他们商标里有老卤，我们商标里有卤，就因为这个。他们的意思是，消费者看到我们的李氏乳坊会以为我们是巴渝老卤的加盟店，混淆侵权。这在商标法里有空间可以做文章。500万元的赔偿金额是冲着要告赢我们，还要拖垮我们。这种案件如果少说要半年至1年，期间的诉讼费用、律师费、保全措施不是小数目。那怎么办？新希望集团，他们的法务部是全行业最强的。你在收到绿函之前，我就在打听这件事，3个字：尽管打。新希望法务部今早就发了协办函给省食品公司，这场仗你单打不过，但我陪你打。这个人市面上请不动，3年前退休了，赵总亲自让他的副手去重庆请回来的。川子是方律师，当年办过省食品公司品牌侵权案的方律师。胖子的3轮车，老张的苏姐他爸的招牌，这些是他们想花钱买回去的东西。这个官司打。年薪50万，加干股品控总监，10倍待遇，他们以为钱能买一切。张师傅，您在省食品公司做了20年品控组长，你等一下，我给您哥小志再给他多少块？不是他给我，是我给他的20万。我在国富扫过厕所，在李元堂的锅边学了20年。你们管的是流水线，老子管的是火候和人气。市场总监25万，我爸的招牌在李川那儿挂着，我哪儿也不去。销售经理2万底薪加提成，你知道川子给我的第一辆3轮车值多少钱吗？无价，挂了啊！我不说谢谢，我说一句话，等打完这场仗，李氏卤堂挂牌5年，1人1份干股，不问级别，不问工龄。
原告巴渝鲁氏集团作为行业龙头，被告李氏鲁方一家成立不足半年的小作坊，公然使用与原告存在高度相似性的商标，构成了对消费者和市场秩序的严重侵害。李氏鲁方品牌源于创始人半年，这些在法庭龙套，其配方于20年前被收录于省食品工业志，这是历史事实。原告所用所谓被侵权商标中包含的老卤为乳制品行业公用词汇，按知产法通用词不具有排他性。本案的商标冲突点不成立。我方品牌的商业成功源于配方优势与品控标准，而非对原告的任何效仿。证据3个月前省食品品控盲测分差超过8分。我给法庭 P 上的是李元堂先生的配方历史文献与食品安全产控白皮书，在座各位随意查阅。这本册子的纸张已经泛黄了，但涉自己20年前的配方文献，这不是被侵权者，本案拟这是被历史承认的人。如原告坚持诉讼，本院将依法审理。李川，你有配方也有骨头，我们的老总让我带句话给你，巴渝以后不会再动你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你的那块牌子很难再绕开了。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做传承。你们如果想做好的产品，欢迎；如果再用挖人挖法路那种手段，国蛋就是前车之鉴。让我再想想。蒋总，李川拿到了国家级非遗，国家级非遗，正面法无占标存著，我全书略，输在策略，输在他身边脸上。老张拿到贴6000块，老周在这守了20年，连李国富最后都认。合成香料推行非遗，在他拿到非遗之后会越来越难走。我建议止损。你的意思是我们退出乳制品市场？不是退，他的命香3位遇到全规模，这一次在非遗上赢了我。你是说跟他合作？是嵌入，他能守住配方，大干一次我们全国境外地。全国137家火锅城，从今天起，乳制品供应商从3家减到2家，你占一条线，凉菜线和蘸料线，每天保底60万的量，但有一个前提，你的产能从现在日产12吨，必须在40天之内拉到日产30吨。赵老板，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问。你在行业里混了30年，认识全国最好的乳制品供应商人，你闭着眼睛也能跟他们合作，为什么冒险压一个刚赢了官司的小厂？你是因为运气好站起来的，做生意做到我这个份上，你是在最底下最怕的不是你年轻，不是你产能不住，是你扛得住。40天，赵老板压的不是我的配方，是我这个人。他说我在最底下被压碎了，又重新捏起来，没错。被800块压碎的那天，我在老宅跪了一夜，第2天眼睛还是红的，去找苏姐了。被压碎了才捏得出新的形状。40天，日产30吨，不睡觉了。苏姐，把中介园隔壁那栋空厂房也签下来，明天开始所有生产线双班倒。老张，品控白皮书里的第3条，量产稳定性控制方案提前上。老周，我需要50个新工人，15天之内培训到可以独立上锅。胖子，你那辆厢式货车从明天开始归车队管，以生物流主管，管5辆车。川子，你知道40天翻2倍半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从今天开始不睡觉了。停工，把所有临时管道全拆了，换成工业级管道，工期拖5天我来扛，人命不能拖。停，我去跟赵老板说。炸管了，停工检修要几天？5天。5天之后你产能追得回来吗？川子，我算了一下，如果从现在开始3班倒不停机，5天之后我们能把炸管那天丢的产量补回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先睡觉，你现在眼睛红的跟你那锅老卤底一样。日产量31吨，达标。爷爷，你的配方今天开始量产了。川子，有人在偷命香，所有配料岗都有监控。什么意思？别急，上有一批甘草的采购渠道，不是我们原来的供应商，是新合作的，别的地方都没问题。国富的采购主管不是国富的人，这条根儿还没断干净。什么？你意思是？有人在甘草上动了手脚，不是毒，是掺了陈货。但如果放久了回甘重量入锅，你不碾碎我闻不出来。吃的人只孙草觉和以前差不多，但舌头记住的那种差别会慢慢消失，3个月之内品质就崩了。那家供应商的公司注册地址查到最后指向了一个人，不是李国富，是李明豪3个月前被国富厂开除之前签的最后一笔原料采购合同里的挂名法人。他自己埋的雷现在炸了，但炸的不是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去年年底，你走之后，国富那边断了甘草供应商，原来的供应商被你撬走。我给其他渠道打电话，这个人来找我，他说可以便宜卖给我甘草。我问他新旧，80签合同的话，把全部成货都出给你了。那个合同挂的法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他已经收手了。知道。李川，你不会报警吧？我为什么要报警？你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间，比我发现他晚了1天。如果你昨天就来找我承认，我会当你是自己人。你没来，你等我拿着报告来找你。那怎么办？明天你继续在配料岗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但你的手机交出来，网购记录、银行卡流水全交出来，我让人查你的底，看你还埋了什么东西。查完之前你1天不能离场。查完之后你自己决定留不留，不留我放你走。留的话，配料岗从明天开始加1个人监督。你是42位阉割版的那个一样差，这不叫竞争，这叫败家。配料岗的那锅卤水你搅完了再走，你那锅卤水用的就是你自己掺了陈货的那批甘草，你自己尝一口，尝完了再来告诉我你尝到了什么。不难吃，它
它不难吃，但比川子的配方少了那一层让我从小到大嫉妒了20年的回甘。我只抿了1小勺，是良心都没有。我掺了陈年甘草，毁的不是产品质量，是爷爷用20年熬出来传了2代人的信任。我把那锅卤水全倒了，不是因为难喝，是因为它不难喝，它只是缺了命，缺了和爷爷24味一模一样的命。需要什么？3个要件：史料证明传承谱系超过3代，技法独特性，社会影响力评估。前2项你们勉强够，第3项你需要一次公开的有行业影响力的鲁记诊室，现场表演全套24位制作，我就帮你推。怎么样？如果投资要一场现场表演，行，那就给他一场。你打算在哪儿表演？车间里？不怕，我爷爷在那块地板上拿过头名，我不能丢他的人。我叫李川，我爷爷叫李元堂。20年前他在这个赛场上拿过头名，用的就是24味配方。今天我用他的手艺，这坛老卤底也没有断。每隔3个月，我师叔老张会重火一次，一滴都没少，一滴都没淡。李元堂的徒弟，他带回来了。川子，你大伯想请你到你娘的老屋那里吃顿饭，就我们俩，不带别人。川子，你上回给你大伯签的那个合同，说他只能当名义董事。这几个月我和你大伯想了想，伯母，我们没脸。你有话还是直接说。这个家是你爷爷的，是你爹的，反正是你们的，不是我。我骂了你整整3年，从你进门第1天骂到你走的那一天。今天你大伯不让我多说你一件事儿，你走之后第3天，你大伯他晚上一个人坐在车间里守着你留在那口锅里的最后一锅老骨，守了一整晚。第2天早上他出来跟我说了一句话：翠兰，我们那3年对他做的事儿不是为人该做的。川子，我这辈子管家里管厂里管了一辈子，我管到最后才发现，你走那天我把这信封的时候就没有再花，本来想烧掉复刻不让，他说留着留着，等哪天你回来的时候还给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告诉你，你签了这么大的单子，该拿的不止这些。大伯母，这个钱你留着吧。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全场面前骂了我3年白眼狼，你现在还这么想吗？环子，你爷爷那封信我看到了，方律师给我的。我以为他会告我，但他没告，他撤诉了，留了一句话，他说：“等你老了，你会明白。”这把钥匙，我没给你爹。也没给明浩，你爷爷走的时候在车间门把手上摸了一下，说灶台是热的，灶台是热的，人就还在。我一直没扔掉这把钥匙，今天我把它还给你。大伯，你欠我的东西你给的差不多了，我爹欠你一句原谅，他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今天我替他算。爷爷传给谁了？从今天算。苏姐，你查一下这家超市最近1个月有没有换采购主管？是加了。这5家超市又多了一个联合采购管的权限人，他们跟新希望没攻下来，跟省食品没攻下来，现在换打法了，不打前端消费市场，打中流供应链资金流，3拖5拖，光是每天的旧账能把你拖到连买下一批甘草的现金都拿不出来了。新希望和省食品的付款周期还在正常？正常，那就好。他卡5个点，他卡我还有10个点在手，但这10个点的现金流不能出问题。苏姐，多加，把我们给5个超市的供货量减半。减半？你是想给他主动让出来？我把他资金往里吸，吸到他自己的逻辑也撑不住的时候，我反手一把全收回来。你怎么收？我让他自己在鲅鱼供应链上把人力财力全搭在这5个超市铺量，等他铺到一半的时候，我把所有应收款一次性追到账，通过法律途径，然后我减量的部分补回去。我的外冷货在冷库进不来，他铺了货，新货之内，他的货在保质期先到，到时候他的货被退货，他自己给自己埋坑。鲅鱼老卢重新铺货了，每家超市3个推销员，试吃台直接搭在我们冷柜旁边，试吃的鸭脖是用热炉现热出锅的。鲅鱼铺货越多，超市那边的应烧账款就堆积的越深，他们收不到回款就必须继续往里面砸，砸到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方律师走法催，一次性把5家超市的应烧款催收到账。同时我们重新铺满货架。你确定那条路能跑？不确定，我跟你一起走。李总，你的鞋呢？川子，我听省食品那边说你扛了一整条断桥，不简单，换别人可能就找借口缺货了。我的借口早就在当年被800块花光了，剩下的只有路，路断了，绕路，绕不过去走山路，缠路，山路走不通，扛过去。袁堂的孙子是吧？你们家这几年的事情我在隔壁省都听说了。我给你一句实话，我这棚里甘草就剩20亩，你要不要？要不要？24味里你配的那几味命香我再确认一下，甘草2钱。1钱半是因为这个月雨水大，空气湿度高了，甘草的出味率跟干季不一样。如果还按2钱走，会有滞胀回甘。班子，你知道你刚走了几天这趟路值多少钱吗？好像保险理赔掉才几万块，但这比你之前那个渠道的要多2倍底香。我刚试了一盘，这个草原日照时间长的草本身甜度高2层，烧出一条新的供应链。这把火烧得好，把我上一根脆弱的链子烧断了，新链子比旧的结实。班子，
你不是新希望对你们的支持协议里今年的条件比去年好？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上想见小店，把沈德联达复制股份。你往外跨的沈外、沈湾的早点出场。从现在开始筹建分厂，不是分厂，是把李氏乳房品现在的配方方锅底都是你自己的资产，外面没有复制的基础。赵老板，我知道你想让我上市，但我所有的老卤就那一坛，有配方可以复制工坊，复制不了老卤底，那你就永远做不了全国一级品牌。我可以做，不是扩产的时间。新果必须让新的一坛老卤在分厂自己长出来。现在它的根只在我们县那个车间里。如果到时候你还想用你爷爷那口老锅闯天下，我赵某人给你铺路。为什么选这儿？物流成本比另外2个备选地要高，3不靠：不靠高速，不靠城。这棵树根下有一种菌，菌丝会在周边的花土里自己繁殖，每年春天会长一圈，这跟老卤底一样的，你把它放到一个地方，它自己能长新根。分厂不需要工厂，需要根。我找了所有备选地，只有这地方有一棵树老，没见过。你比你大伯聪明，他当年想用官司把人拴住，你想用树根把人缠住。你现在放心让我自己去干了吗？不放心，但你应该去。你比别人更懂这个配方不能出错，因为你吃过的亏最重。爷爷的老车间归你了，钥匙上那个字你看清楚了。他要便宜货的市场，我给他，但我把我货的品质线再往上推一层。高端渠道还有一大块没打开，酒店定制卤味人均200以上，这些地方不用便宜香精，质量上不能省1分钱。明天订机票去各大酒店做专场试味，走。李总，国家级非遗申报文入专门评审会了，但你要准备好，他们要现场卤鸡展示，全国7家评审都在。你需要带你这个爷爷当年的老东西，如果你有一点闪失不通过，下次再报就5年以后了。这3味：甘草、丁香、甘草陈皮，是我爷爷李元堂自创的命香法门。他收徒只传品德端正的弟子。他的大儿子我大伯李国富没有学全，但他没有起诉他的大儿子。这封信，爷爷的撤诉信。这封信最后一行是他写的。他说，这封信最后一行是他写的。他说，等你老了，瞧你会明白。今天站在是李家3代人，第2代我大伯李国富坐在这里，第2代是我和我的堂哥李明浩。今天我代表我爷爷申请非遗，也代表被他原谅过的人申请非遗。24位不缺1位，李家3代不缺1个。这是我们的申跑书。张师傅，这么多年也没问过你，你守这坛老卤的这些年，你想的是什么？配方给对了人，卤味就死不了。我想的是你爷爷说的一句话，他说，配方给对了人，卤味就死不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制它的配方，是在它供应链扩张最脆弱的节点上，用我们的渠道优势切断它的原料半径。金老药农那20亩干草地，我已经派人去谈了，溢价40%，包圆。陈皮的那2个果园，我已经跟当地农业公司签了优先采购协议。李川如果在3个月内找到替代供应商，他的全国分厂计划就会卡在原料端，而那时候我们的真空卤味包已经铺到了他还没来得及进的每一个高铁站和便利店。这叫商业策略。对手李川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把所有的命都压在了那几种香料上。命香。他爷爷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孙子的命门就是这3味料的名字。重庆那边来的，没说具体公司谁，但签合同的代理律师姓蒋。川子，我这20亩甘草种了50年，从你爷爷在的时候就在种。我不是想卖，但他们出的条件让我没法拒绝。金贝，你跟我爷爷是怎么认识的？50年前，你爷爷骑了3天自行车来我这儿找甘草，那说你这甘草甜挺的高，没人买，我给你包了。你爷爷从来没跟我压过价，你大伯不一样。他来了就砍价，砍到我觉得不如不种，后来我就只留了5亩自己种着玩。是你去年回来找我，我才又扩回了20亩。金贝，你的地不要卖给他们，我跟你签一个长期协议，不是1年1签，是10年，价格真每年按市场价上浮5%。你儿子如果愿意，他可以来我的分厂做采购。我在重庆旁边刚好有个新厂，离你家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我给你远付靠，先付3年的。跟你爷爷一样，只谈怎么让大家一起过日子。哎，金贝，还有一件事麻烦你，就是甘草草皮稿收地已经签给我了，我倒想看看他们没了金家甘草，下一步从哪里变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苏姐，启动预案 C， 把所有核心原料供应商的合同全部换成长期协议，5年起步，带独胎条款。蒋世安今天切了我的甘草，明天他会切陈皮、切丁线、切所有他能碰再让他切一次，全部换长期，那现金流压力用希望下一季的预付库顶上。赵老板说过，只要我开口。如果有一天我们被要求做香料溯源链，有东西能交吗？我们交的东西比别人要求的还要多。你爷爷的配方从50年前第一天到今天，每一锅都有品控日志。我守的那坛老卤底，每隔3个月的重货记录全在。
他不是要定标准吗？告诉他标准就在这儿，让他来找我。各位委员，我是巴渝老卤的蒋世安。我们提案的初衷是推动乳制品行业从手中作坊向标准化工业转型，这不是针对任何一家企业，我们的目的是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买到的乳制品都有稳定可靠的标准。我叫张建国，在省食品公司品控组做了20年组长。今天我不代表任何公司需要有一个标准，我只是非常有自己，我非常同意。所以我把过去60年李氏乳坊所有的品控数据带来了，从李元张唐到李川。3代人也可以把它当成制定行业标准的基础框架。但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标准化不能等同于工业化替代，中药调不能不等于工业香料。农产品有农产品的时令变量，自然发酵有发酵的周期性。你把标准化压到因所诺空的标准，你等于限制了农产品本身的品质底线，不是帮大企业用合规成本把小作坊踢出局。李氏乳坊的品控框架我已经跟专家组讨论过，框架本身已经具备了标准化参考的价值。我说一句话。今天既然巴渝老卤主动提出标准的建议，我建议李氏乳坊现行品控标准作为起草组成员框架之一。今天的讨论很有建设性，巴渝老卤愿意作为起草组成员全程参与后续工作。李总，他还有话要说，但我有一个问题：你的命香3味离了金甘草藤之本事，10年合同，10年之后就下呆后甘草还有谁种？你的命香断不断根不是看今天，是看10年后。10年后甘草怎么办？我明天给你一份方案。张师傅，明天开始，我跟你一起去，一家一家走。没人收，这几年种的都放荒了。去年县里来人说种茶叶有补贴，我舍不得产。这甘草是我跟金大哥学的，他说留着总有人要。师伯，你的甘草我全收，条件一个。你继续种，我教你怎么把苗山的酸性土调过来，调好了，你的甘草不比金箔的差。7家全签了，全签了。老蒋估计还不知道，他以为你只有金贝1个甘草来源，你现在有了8个，不对，是8个加老张加你了。李川拿到了国家级非遗，对。那我们的合成香料路线，在他拿到非遗之后会越来越难走。消费者在非遗品牌面前不会再认工业化替代的味道。我建议止损。你的意思是我们退出乳制品市场？不退，但要从正面胶中转为侧翼渗透，不做卤味品牌，做乳制品供应链底层服务生，把我们的冷链物流标准化分帮、渠道数据能力开放给所有乳制品企业，包括李川。你是跟他合作？不是合作，是嵌入。他的命香3味总有一天要扩到全国的冷链。那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你的配方核心壁垒是命香3味的天然原料，你的瓶颈是跨省冷链物流。巴渝老卤在过去3年建了全西南最大的冷链物流网的多，我有37个中转仓，200多台冷藏车。你不用这个网络，你的是联合品牌，价格最标，市场最低，不需要入股，不需要联合品牌。巴渝只做冷链服务商，你保留你的配方、你的品况、你的品牌。你要什么？我要一件你不能不给的东西。你的24味配方不共享给我，但你每年从你那几个老农收的甘草分我总量的10%。巴渝不做卤味品牌了，我用它做调味品底料，一个不跟你在同一渠道竞争的产品线。你给甘草，你不需要给我配方，只需要给我一条能在我自己的产品线里活下去的原料。蒋总，你上次在标准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你说我的命香离了金家甘草能撑多久？我现在回答你，能撑，因为金老药农身后还有7个土地，我花了3年把他们的地全签了。你不是要甘草吗？可以，但你自己派人去山里收，我不替你收。成交。走这边，注意光线，别挡住锅的方向。火候比去年多焖了1分钟，防这口锅老铁皮薄了，传热走快了。稳，谢张师傅。6年前我跪在我爹坟前，磨破了膝盖上2个洞，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一锅卤水。今天这一锅还是6年前那锅，配方没变，底没变，命没改。往后100口锅还是这个底，往后100年还是这个底。因为卤水保的不是味儿，是根基。李家的根基不是配方，是在座的每一个人。起锅，满月卤。